去往东非大草原的途中，转机来到了埃及。当飞机飞越红海进入埃及上空的时候，进入我们演练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与红海相依相偎。我们第一站来到了久负盛名的金字塔。现今存在的古埃及金字塔约有80座，其中最大和最有名的是位于开罗南面约半小时车程的吉萨大金字塔。当地气温有40摄氏度，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我们每人都准备了防晒面罩。每一座金字塔就是一个古埃及统治者的坟墓，同一王朝的金字塔都距离很近。小的是妻子女儿，这边来讲他是儿子和孙子。在金字塔的周围可以看到很多装饰精美的骆驼，供游人拍照。我们的导游对于拍摄金字塔非常有经验，指挥我们如何摆拍各种姿势。你可以跳一个。One, two, three。腿往后弯，对。你来跳。我跳不起来。我的弹跳力，爸，你来跳吧，你厉害。埃及最挑战体能的项目莫过于穿梭金字塔的隧道。隧道内有长约80米的阶梯，直通金字塔的心脏。由于隧道高度的限制，要穿越隧道，我们需要身体前倾80度。隧道服务人员告诉我们，下隧道最省力的方式是身体倒着进入隧道。我就觉得很困难都。你看，你不下去算了。走，来了一趟，走。我尝试着起步，脊椎受不了就放弃了。爸爸妈妈比我有毅力，也比我勇敢。他们成功穿越了隧道，抵达了金字塔的心脏。金字塔里面，哎呀，我往上爬的已经有80米了，一点点的斜坡，1米宽，1米高。再往上走，我已经还要往上走，我已经觉得我是上不去了，有点晕。地方上来是倒退了有80米，然后再从这上去。
有错过什么东西？ How are you? Thank you. Every day you put many down come back. Down come back. Every day. 5, 4. Okay. Okay. So you are number 1. Good. 累不累？ Good. 对，我就下去之后上了一个台。我们还看到了守卫在大金字塔外的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像无论是年代、外形，甚至是建造者是谁，都充满争议。这些问题被世人统称为狮身人面像之谜。我们来到了埃及古国王的首都孟菲斯，这里藏有最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2的巨型雕像。我们还来到了萨卡拉，埃及第1王朝和第2王朝的国王和贵族安葬于此。离开了古建筑群，导游带我们参观了埃及的露天市场。我们在这里买了一大袋硕大新鲜的无花果。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人抛头露面。不管是餐厅、商店、市场，提供服务的几乎全部都是男性。95%的埃及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认为，妇女除了手脚和脸部之外，其余身体部位均不能显露给丈夫及至亲以外的男子。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埃及国家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古埃及法老墓地中出土的珍贵文物，还有各朝法老和王后的木乃伊。之后，我们来到了埃及最大的清真寺，它位于开罗旧城萨拉丁城堡内。清真寺又名雪花石之寺，内外有高约11米的城墙，均由洁白的雪花石砌成，整座建筑极具土耳其风韵。埃及近代史上最有名望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安葬于此，故清真寺又名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穆罕默德·阿里常被视为现代埃及的建立者和实质国父。他在19世纪统一了埃及之后，决定在城堡中建造一座清真寺，以供祈祷用，于是花费了18年的时间建造了这座清真寺。礼拜殿内装潢华丽，有大型的枝形吊灯，悬挂了许多玻璃球灯。
拜殿内非常舒适，在炽热的开罗市区里，清真寺令人倍感清凉。站在寺外的广场上，向西南眺望，开罗全景尽收眼底。我们来的当天天空晴朗，我们有幸望见了尼罗河对岸的金字塔，为我们的埃及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